美国5星级高中生与全世界明日之星的碰撞。张博元与黄思南参加的 Nike Hoop Summit 是什么？什么样的比赛才能被称为篮球峰会？大家好，这是 Telfair， 我们一起来挖掘真实、励志、有趣的篮球文化。你的点赞让我不停更新。今天我们就来聊聊马上开始的耐克篮球峰会。Nike Hoop Summit 是一场1年1度的篮球比赛，每年4月，12名来自美国的顶级高中生以及12名来自世界各个国家19岁以下的青年才俊会齐聚在美国耐克总部。在1周的训练之后，美国队与世界队会进行一场表演赛，这就是篮球峰会。截至今年，篮球峰会已经有了31年的历史，而说到篮球峰会，就必须说到篮球名人堂成员 George Raveling 教练。George Raveling 曾经是一名球员，大学时期他效力于维拉诺瓦大学。在结束了球员生涯之后，他在 NCAA 的多所高校担任主教练，这其中包括华盛顿州立大学、爱荷华大学以及南加州大学。1984年 ，George Raveling 担任了美国国家队的助理教练，而他的队员中就包括迈克尔·乔丹。在乔丹签约耐克的过程中 ，George 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于是，在本·阿弗莱克特的电影《Air》开拍之前，乔丹本人点名要求影片中必须出现 George Raveling。1994年，因为一场车祸而严重受伤的 George Raveling 彻底告别了自己的教练生涯。然后 George 来到了耐克任职，创造了这个为全世界年轻球员所准备的峰会。在美高与 AAU 比赛成长的美国球员，与世界各个国家的青训体系与职业俱乐部的球员展开对抗。这场不同理念、不同风格的较量，就是一场真正的篮球峰会。而在篮球峰会的场下，就坐着一群大学教练、NBA 球探与职业经理人。篮球峰会为场上比赛的球员提供大量的曝光度与展示的舞台，尤其是国际球员。截至今日，篮球峰会已经走出了10余位 NBA 选秀状元、6位 MVP 以及41位全明星球员。篮球峰会俨然已经与麦当劳全美全明星、乔丹经典赛并称为美国的3大高中明星赛。1995年的第一届篮球峰会，芝加哥的高中生凯文·加内特与自己的好友史蒂芬·马布里一起加入篮球峰会。2个月之后，加内特以高中生球员的身份加入了 NBA。1年之后，他们又会在 NBA 成为队友。1996年，王治郅成为了第一位被邀请参加耐克篮球峰会的中国球员。他上场14分钟，5投2中，全场贡献6分和6个篮板。3年之后，他被达拉斯小牛队选中，成为了第一个在 NBA 登场的亚洲球员。而世界队在篮球峰会举办的第2年就取得了胜利。随后，来自世界的篮球天才纷纷走上篮球峰会的舞台。1998年，来自德国的德克诺维斯基参加了篮球峰会，他狂砍全场最高的33分、14个篮板，带领世界队再次战胜了美国队。之后的2个月，他的 NBA 选秀行情飞速上升，最终在选秀日当晚，他出人意料的在首轮第9位被选中，这气坏了来自堪萨斯大学的全美最佳球员保罗·皮尔斯。直到选秀当天，皮尔斯甚至不知道诺维斯基是谁。I thought I was going to Vancouver #2. And like 2 or 3 of the guys in the top 10, I never even heard of. Right. Like truthfully, I never even heard of Dirk Nowitzki because it wasn't like he was on the college circuit. 2000年的篮球峰会，来自法国的托尼·帕克得到20分，以及全场最高的7次助攻。1年之后，他被马刺队在首轮第28位选中，开始了他的 NBA 生涯。这些在篮球峰会开始被美国和全世界知晓的欧洲年轻人，也在日后成为了 NBA 中最伟大的国际球员们。在2001年911事件之后，篮球峰会停办了3年。2004年，篮球峰会再度重启，比赛场地也搬迁到田纳西州的孟菲斯。2008年，篮球峰会又来到了波特兰开拓者队的主场，如今的 Moda 中心，并一直延续至今。2010年之后，随着世界篮球的持续发展，越来越多来自世界各地的球员来到篮球峰会，打出了自己的名号。来自加拿大天才少年、全美第一高中生安德鲁·威金斯，在2012年和13年连续2年参加篮球峰会，并连续2年击败了美国队，这让他的名声空前高涨。然后他成为了2014年的 NBA 状元。2013年的篮球峰会，就在大家把注意力都放在威金斯身上的时候，有一位仅仅得到7分，来自喀麦隆的大个子，他就是乔尔·恩比德。此时他刚刚接触篮球不到4年，10年之后，他成为了 NBA 常规赛 MVP。2014年，全美第一高中生来自多米尼加的卡尔·安东尼·唐斯的队中，有一位来自塞尔维亚的小胖子。在篮球峰会的比赛中，他3投1中，仅仅得到5分。2个月之后，他就在第2轮被丹佛掘金队选中。7年之后，他也成为了 NBA 的 MVP。他就是尼古拉·约基奇。也正是在篮球峰会之中，约基奇第一次遇到了同样在世界队中的贾马尔·穆雷。2年之后，他们会在掘金队成为搭档。2015年，来自加拿大的贾马尔·穆雷第2次代表世界队参加了篮球峰会。他在美国队的对面狂砍30分，带领世界队在加时赛战胜美国队，而自己也赢得 MVP。这场比赛，穆雷国际队的队友们也获得了 NBA 的关注。来自澳大利亚的本·西蒙斯最终成为了2016年 NBA 的状元，而来自中国的周琦也在2017年的选秀中进入了 NBA。2012至15的4年间，国际队已经赢下了4场中的3场，而美国队急需一场复仇之战。2016年的篮球峰会，来自美国密苏里州的高中生杰森·塔图姆穿上了偶像科比·布莱恩特在国家队曾经穿着的号码10号。
2019年的世界杯与2024年的奥运会，他还会再次穿上这件球衣，而在球场旁边站着凯文·杜兰特。8年之后，他们会在奥运会中成为队友。2016年篮球峰会，美国队派出了约什·杰克逊、马克尔·菲尔茨、杰森·塔图姆、达隆·福克斯等5星级高中生。1年之后，他们都在 NBA 选秀中前10顺位被选中。而国际队则由来自巴哈马的德安德烈·埃顿领衔，此外还有来自希腊的字母哥弟弟科斯塔斯·阿特托昆博。代表中国出战的是即将踏入 CBA 赛场的范子铭，他首发登场4投0中，通过罚球得到8分和6个篮板。8分是参加篮球峰会中国球员的历史第2高得分，仅次于王哲林的19分。不幸的是，8分也是本届国际队队内的第2高分。1年前，本西蒙斯和贾马尔·穆雷率领的国际队开场就打了美国队一波12比0，而1年之后，美国队开场打了世界队一波16比0。缺少来自芬兰的马尔卡尼与澳大利亚索恩梅克的国际队，在上半场就出现了20次失误。全场比赛，国际队的失误数比进球数还要多，毫无还手之力。最终，美国队101比67轻松拿下国际队，创下了篮球峰会有史以来的最大分差。全场比赛，塔图姆得了全场第2高的14分，而在他之外，一位来自俄勒冈本地的4星级后卫佩顿·普里查德得到12分。他即将加入家乡的俄勒冈大学，4年之后，大学毕业的他会被波士顿凯尔特人队选中，与塔图姆成为队友，直至今天。2017年的篮球峰会，在世界队的阵容中，一下出现了5名加拿大球员。这其中最受到关注的就是全美第1高中生、前 NBA MVP 史蒂夫·纳什的教子 RJ 巴雷特，他比全场其他的所有人都要小1至2岁。除了巴雷特，来自加拿大的球员还有在美国田纳西打球的加拿大后卫谢伊·吉尔吉斯·亚历山大，以及他的表弟尼吉尔·亚历山大·沃克，还有卢多尔特。在这场篮球峰会的比赛中 ，SGA 在21分钟的出场时间中4投2中，拿到11分。当时可能没人会想到，日后他会成为这场比赛所有球员中最亮的明星。在篮球峰会的历史上，有13位中国球员参与了篮球峰会。在1996年王治郅之后，2004年易建联成为了第1位首发出场的中国球员。2010年，虽然得到与全美最佳高中生凯里·欧文与哈里斯·巴恩斯过招的机会，全场比赛虽然2投全中，得到6分，成为篮球峰会历史上命中率最高的中国球员。跟欧文、巴恩斯这帮人打一场，其实很多东西就明白了，自己离 NBA 到底是近还是远。那种节奏的碾压，身体的硬度啊，处理球的成熟冷静，这种经历呢，对我来讲是心态和眼界的提升，比练多少技术其实都重要。这个比赛呢，我自己其实发挥的还挺不错的啊，而且赛前也崴脚了，但是我好像也拿到了这个6分，好像3助攻2抢断吧。结束之后马上就跟耐克签了一份不错的合同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真的就是一场球改变自己的人生吧。2012年代表世界队出战的王哲林11投8中，得到19分、8个篮板、2次盖帽，这是中国球员在篮球峰会中取得的最高得分，帮助世界队战胜美国队。他也在2016年选秀大会上被孟菲斯灰熊队选中，而在他对面的凯尔·安德森日后也成为了中国国家队的成员李凯尔。2025年的篮球峰会让中国球员张博元坚定了自己赴美打球的想法，也让他认识了之后他在美国的主教练 George Zidane。在篮球峰会之后几个月，他来到了 George 执教的 Veritas Academy， 正式开始了他的美高生涯。Hoop Summit 是让我自己发自内心由外的想去外面去更高舞台上去闯荡的一个机会吧。经过那1周的训练和比赛，我觉得我可能没比他们那些人差多少，再对自己提高一点可能会更好一点。今年的篮球峰会，美国队将2026届5星级高中生的全美前6一网打尽，12位入选的球员中有8位都排在全美前10。而在世界队这边，有去年欧洲杯名扬天下的芬兰球员 Mika Murni， 有我们频道的老朋友来自尼日利亚的后卫 Ike， 有2024年在拉斯维加斯与中国 U18 选拔队交手的几内亚中锋 Afren Diane， 如今他已经杀进了全美前20，有多次出现在我们视频里的加拿大后卫 Miles Stadler， 有跳级来到2026届的尼日利亚球员 Baba。当然，2026届篮球峰会，中国小将环思南也会代表中国来到摩达中心，他会在篮球峰会中交出什么样的表现？就让我们北京时间4月12日拭目以待吧。在之后的几天，我们也会在波特兰篮球峰会的现场为大家带来一系列的视频。